这是张艺谋最美的一部电影，绝美的取景，绝美的构图，还有绝美的爱情故事。若说泰坦尼克号讲述了西方爱情的轰轰烈烈，那我的父亲母亲就是独属于东方的纯粹爱情。电影第一幕以黑白影像勾勒现实的沉重。乡村教师骆先生病逝，孙红雷饰演的生子返乡料理父亲的后事，母亲招娣坚持要按老规矩，用担架将丈夫的遗体从县城抬回村里，沿着当年她进村的土路走最后一程。村长和乡亲们不解，生子起初也难以认同，直到母亲浑浊的眼里泛起泪光。咋是咱们的找人去，把你爸一块接，想办法，咱一起人一块去把你爸接。在母亲坚持要用一台几十年未动的织布机，亲手为父亲织一块挡冠布时，生子拿起了父母的一张合照，画面切换为绚烂的彩色，一段发生在60年代的爱情故事缓缓展开。郑浩饰演的骆先生是三河屯第一位识字的先生，而章子怡饰演的招娣对这位斯文儒雅的先生一见倾心，从此开始了笨拙又热烈的追求，每日提前到路口等候，只为与他擦肩而过，哪怕绕远去前景打水，也要看上意中人一眼。两人的第一次情感转折是骆先生去招娣家吃饭，招娣站在门口扶着门框，骆先生走进来，这是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没有对话，但慢镜头伴随着儿子生子的旁白，向观众描述了他们的爱情起点。父亲对我说过，他第一次到母亲家吃派饭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迎他。他记得母亲扶着门框站在门口的样子，就像一幅画。他说很多年他都忘不了这幅画。进屋后，骆先生发现招娣的母亲瞎了眼，却热情招待，为骆先生讲述了招娣的深情。这可真是瞎了招娣的一片心了。别看都不说，我可都知道，盖学堂吃公饭，他是吊着样的做好的，回回都拿着青花碗送过去，就只盼着先生能吃上一口，连我都不让动手一筷子。招娣则躲在厨房偷偷张望，不经意间与骆先生对视，是又一次感情升温，而骆先生也首次用对话回应了招娣的喜欢。碗里的饭你也吃了？吃了。你说都吃啥了？某家蒸饺我最爱吃了。那你后晌来，我给你做。但心心相印的两个人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困难。骆先生是县城来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正式工作，属于公家人，而招娣是农村姑娘，没受过教育，以务农为生，社会地位悬殊。作为过来人的招娣母亲深知农村与城市生活的巨大落差，担心骆先生不可能在农村待一辈子，希望女儿找个踏实可靠的农村小伙过安稳日子。那先生好是好，他跟咱不是一路人，这事不成。有啥成不成的？不就吃顿饺子吗？你别跟我装糊涂，我把话给你撂下，你就死了这心吧。电影里，招娣对母亲的反对没有回应，而是随即迎来了第二个困难。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骆先生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召回县城。临走前，骆先生特意找到招娣，对，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配那件红衣裳好看。那你啥时回来？最晚腊月初8我一定回来。招娣为了让骆先生吃上蘑菇馅蒸饺，怀揣蒸饺，手持青花碗，疯了一般沿路追赶载着骆先生的马车，在山坡上不慎摔倒，碗碎了，饺子散落一地，红发卡也丢失了，最终也没能赶上马车。招娣坐在地上大哭，却没有放弃，拾起散落的饺子和碎掉的青花碗，一路寻找丢失的发卡。这是招娣最直接、最激烈的一次挽回行动。在骆先生承诺的腊月初8，招娣早早来到路边等候，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直到冻病。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她穿着红棉袄站在雪地里，从日出等到日落，睫毛结了冰，嘴唇冻得发紫，却始终不肯离开。张艺谋用重复蒙太奇将这漫长的等待浓缩成一组镜头，配上悠扬的钢琴曲，把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执念刻进了每个观众的心里。即使高烧不退，招娣仍坚持要去县里寻找骆先生。被母亲劝阻后，她偷偷带病上了路，最终体力不支，晕倒在半路，被路人送回，差点丢了性命。这是影片最揪心的转折。张艺谋没有渲染爱而不得的残酷，而是聚焦于招娣的反应，将爱情的痛苦转化为行动的执着，既展现了招娣的倔强，也让两人的感情从懵懂好感升华为生死相依。而招娣的母亲默默修好了摔碎的青花碗。拾碗的人走了，把闺女的心也带走了，把这碗居好了，也给闺女留个念想。
这一细节更是隐性转折，代表着家人从反对到接纳的态度转变，让这份爱情获得了最坚实的支撑。终于，招娣的舍命等待等到了回报。骆先生得知招娣病重，不顾一切，连夜偷偷从县城逃回三河屯。这是两人从被强行分离后的首次重逢，也是最短暂的一次。张艺谋特意设计了一个细节：骆先生回来后，继续回到学校，在寒冬里念着春天的诗句。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春风吹化了冰雪，春风吹化了冰雪，吹绿了草地。这个情节凸显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与对未来的信念，也让影片主题从爱情升华为对人性光辉的赞颂。但这次逃离也带来了严重后果。由于父亲的这次行为，使他和母亲最后见面的日子又推迟了好几年。后来我听乡亲们说，当父亲真正和母亲相聚的那一天到来时，父亲就再没离开母亲一步。回忆结束，色调变成黑白。作为儿子的生子，终于明白母亲为何坚持要让村里人抬棺送父亲回来。他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愿，专门拿钱请村长帮忙。而影片也在此处迎来了最后一次升华。当天抬棺的人陆陆续续超过了100人。村长介绍，他们大多数是骆先生的学生，不远万里赶来，不要一分报酬，坚持要为这位坚守乡村教育一生的先生送行。电影的最后，生子在父亲的学堂里给孩子们上了一节课，念起父亲当年自编的识字歌。写会算是件好事，能写会算是件好事，大事小情提笔就记，大事小情提笔就记。这个情节形成了完美的传承闭环。爱情会老去，生命会逝去，但知识与希望的传承却能跨越时光。影片中多处细节暗藏深意，让主题更加丰满。反复出现的青花碗象征着爱情的完整与破碎。招娣母亲默默请人修碗的举动，是对这份爱情的接纳与守护。骆先生送的塑料发卡是两人爱情的信物，也是招娣珍藏一生的美好回忆。而贯穿全片的路，则是时光的隐喻，是爱情的见证，更是希望的延伸。这些细节让影片在散文式的叙事中充满了情感张力。而作为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对画面要求极高，他让摄影师侯勇把风景和女主角的面孔拍好。为了拍摄章子怡在山顶的近景，剧组把一辆车和一串灯搬上山顶，40-50个人围着一个人的脸拍摄。影片中四季的美景被完美呈现，金黄的秋天，白雪的冬天，嫩绿的春天，每一帧都像油画。影片最独特的地方是黑白与彩色的交替使用，这种手法并非首创，却被张艺谋用得淋漓尽致。他曾说，我对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初恋故事的一种印象，我觉得如果说是一种印象的话，它应该是彩色，所以我们专门为了这个做调整。我很喜欢这种处理，因为这种印象本身也很符合抒情散文诗的这种张艺谋也在采访中透露，拍摄这部电影是为了回应泰坦尼克号的冲击，他想用东方的纯粹爱情对抗当时社会的功利与浮躁。影片中没有三角恋，没有狗血剧情，只有两个人的相互牵挂，却让观众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一时的悸动，而是一生的坚守。